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富山海预约创纪录却被看衰，诚意吻戏泡汤全因一场构陷而引发的。当腾讯与爱奇艺双平台的预约人数如潮水般涌过900万大关时，诚意主演的武侠巨制《富山海》本应是今年最意气风发的准爆款，然而此刻的剧组却可能比谁都头疼。这份刷新近年武侠剧预约纪录的荣耀背后，是一个近乎无解的死局。剧中男主角与女二号多达23场的亲密吻戏，连同他全部的169场戏份，都可能因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，在剪辑室里被判处死刑，化为泡影。这场风暴的中心是一位名叫李凯欣的女演员。就在《富山海》原定初夏档期上线前夕，一段她怒骂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傻逼的录音档，如病毒般在网络上疯转。瞬间，口诛笔伐的浪潮席卷而来，辱华艺人的标签被死死贴上。愤怒的网友，尤其是期待这部剧已久的小粉红们，将其视为不可饶恕的背叛，抵制之声排山倒海，要求剧组将其除名，否则誓不罢休。对于一部投资巨大的 S 加级项目而言，这无疑是晴天霹雳。原定的暑期档营销计划戛然而止，海量的宣传物料一夜之间沦为废纸，更让无数早已为剧充值平台会员，甚至集资云包场的粉丝们等来一场空。愤怒与失望的情绪直接对准了播出平台和剧方。然而，就在舆论审判几乎尘埃落定之时，剧情却迎来了惊天反转。警方介入调查后发布通告，证实那段疯转的录音是遭人恶意剪辑而成。不久后，李凯欣工作室也发表声明，表示针对此事的名誉权诉讼已然胜诉。真相大白，始作俑者竟是与李凯欣有纠纷的助理。原来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构陷。可迟来的正义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谎言跑遍全城时，真相才刚刚从法庭里拿到一张胜诉状，但观众心中那个负面的烙印早已深深刻下。形象一旦崩塌，想要重建难于登天。于是，最吊诡的一幕出现了：富山海在法律层面扫清了所有障碍，预计将在9月上线，预约人数也证明了其无与伦比的市场号召力，但他却必须为一个已被证实清白的演员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观众的抵制情绪并未因警方的通告而烟消云散，这使得剧组陷入了一个两难绝境：如何处理李凯欣的戏份，成为了摆在台面上的生死题。第一个选项是挥刀自宫，一剪了之，将李凯欣高达169场的戏份，包括那备受关注的23场吻戏，全部删除。据悉，李凯欣饰演的女二号在原著中是一个性格复杂，与男主萧秋水诚意情感纠葛极深的关键人物，其戏份甚至远超女主角古力娜扎的57场。全部删除，意味着整条故事线被拦腰斩断，男主角的人物弧光将严重受损，剧情的连贯性与逻辑性更是无从谈起。一部结构精巧的武侠传奇，很可能因此变得支离破碎，沦为观众口中的笑柄。这对于追求作品质量的创作团队而言，无异于亲手毁掉自己的心血。第二个选项则是动用超能力，进行一场爱画皮的豪赌。网传剧组有意找来诚意的同门师妹，曾在《琉璃》等剧中有过合作的杨希子，通过 AI 换脸技术替代李凯欣。这似乎能保全剧情的完整性，但代价是惊人的。业内透露，高质量的 AI 换脸每分钟的成本高达12万人民币。李凯欣169场的戏份，即便掐头去尾，总时长也相当可观，全剧换下来，恐怕要烧掉数千万人民币的巨额资金。更关键的是，
技术并非万能。目前市面上的 AI 换脸很难做到100%自然，尤其是在细腻的微表情和激烈的动态场景中，僵尸脸和恐怖谷效应的风险极高。届时，观众看到的可能是诚意对着一个表情僵硬、五官漂浮的数字人深情拥吻，肝肠寸断。这种技术上的生硬感，同样会摧毁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代入感，最终效果可能比删戏更加灾难。无论选择哪条路，都注定是一场带有明显败笔的冒险。而就在富山海内部焦头烂额、挣扎求生之际，外部的竞争环境也早已是恶狼环伺。金秋9月，并非可以安然过渡的冷门档期。两部同样备受瞩目的古装大剧正磨刀霍霍，准备与其正面交锋。其一是侯明昊与卢玉晓主演的仙侠剧《入青云》。该剧改编自知名小说，讲述了身为妖王的男主角在身受重伤后，被一心斩妖除魔的女主角所救，两人在身份对立与日久生情中展开一段极致拉扯的爱恋。侯明昊近年人气飙升，卢玉晓也因多部热剧崭露头角，新鲜的组合加上仙侠题材固有的庞大受众，使其具备了成为黑马爆款的一切潜质。另一座大山，则是陈哲远与李沁联袂主演的《一笑随歌》。这部剧与富山海同属武侠赛道，可谓是直接的竞争对手。该剧改编自大 IP 小说《簪中行》，讲述了女神捕沈如歌李沁与一毒双绝的妖医苏写意陈哲远携手探案，在江湖风雨中揭开重重谜案的传奇故事。陈哲远与李沁皆是兼具人气与实力的演员，强大的原著粉丝基础和悬疑探案的武侠剧情，让一笑随歌的期待值早已拉满。内有割肉或画皮的剜心之痛，外有入青云的仙气缭绕和一笑随歌的侠气纵横。对于富山海而言，这无疑是一场腹背受敌的残酷战争。他就像一位身负重伤的武林高手，虽内力深厚，却要在上场决斗前，先考虑是否要断去一臂。最终，这部被万众期待的武侠巨制，将以何种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？他能否克服这场由一个谎言引发的巨大危机，凭借诚意强大的号召力和作品本身的魅力，杀出重围，不负900万人的苦等？还是会在这场内忧外患的夹击中，遗憾地未拨先凉？这不仅是富山海一部剧的命运浮沉，更是对整个影视行业在面对后真相时代的舆论风暴时，危机处理能力与艺术坚守的一次终极大考。